了？这就没有，我只是看这条 VCR 想起了以前好多事情。小高，有房了？有了。有车了？有了。以前不是说过吗？有房有车就娶人家吗？我想娶的是以前的那个他，不是现在的。以前那个他是什么样的？以前的那个是温柔、善良、体贴，现在就跟泼妇一样。你说。其实我变得并不多，就是比以前忙了。你是岂止比以前忙了吗？你升职了，男人应酬去喝酒没问题，但是你哪天不是满身酒气的回家？包括中午就是，1个月30天，你有25天是醉醺醺的回来，那5天还不知道去哪儿了，你让我怎么说？应酬嘛，喝酒也很正常。我喝多的时候，他经常不给我开门，我只能头晕晕的，然后下楼打车去朋友家去。你不带钥匙的吗？我记性不太好，经常不带钥匙。他这个说出来，你会信吗？问一下，今天你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只想问一句，我对你这么多年的付出了，从你一个什么都没有，从你最开始我跟你在一起，我家里边就反对，我等了你这么多年，现在你有房了有车了，我只想问你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还是那句话，我想要的是以前的那个你。那好啊，那你也别回以前的你啊！我不要求你每天都回家，但你最起码对我的关心要像以前一样吧。你也希望他变回去是吧？我不是希望他变回以前完全那样，因为我很理解，我是看着他一步一步从一个小职员做到现在这个地位的。他出去应酬可以，但是我希望你。什么公司需要天天应酬啊？也不光是应酬，另外和一些哥们儿朋友在一起高兴，自己也想出去玩是吧？对，他们这对情侣之间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，我估计这也是伤小高伤得比较深的事儿。他们打过网络战，我给你们看一下他们打网络战那个过程啊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哈，来，这个旅行者是谁呢？这个旅行者就是小高哈。这个平是谁呢？就是小慧。小慧非常聪明的说：“哎，我扮演一个陌生女性吧，我来试探一下她吧，看看她探得了一些什么哈。”这属于诱供啊。说你们不都在一起那么久了，不都要结婚了吗？他说了，刚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很新鲜，时间长了就腻了，没意思。啊，又问了，说这个你媳妇儿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他说了，太傲了，有的时候他这个性格让我非常的生气。这又诱供了。说你们俩的性格都差不多，怎么能生活在一起呢？旅行者答：我现在都想换一个，找一个更好的了。这篇最主要的意思，这个小高就觉得自己的这个媳妇儿啊，花钱花得太冲了，啊，所以他跟那个叫平的说，现在好女人不多啦，像我这样的好男人遇到这样的媳妇儿，哎呀，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这旅行者说，哎，当初早点遇到你，我也就不用这么心烦了。啊，据说这是特别让你介意的一条信息，是吧？你的意思是说他在跟这个叫平的网友有一些什么，是吧？你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手段？我想现在网络这么发达，很多人都应该用过这种方法，只不过是有没有被对方发现而已。啊，其实我也知道这样不对，事后我主动跟他道过歉了。你说哪些话是真的，哪些话是气话吧？
每次也都是吵完架之后说的话。那你还想娶她吗？我想娶以前的那个，就是你希望她回到从前，如果她回到从前，你愿意跟她结婚？对。如果她回不到从前呢？恐怕我娶不了她。主持人，你为什么不这样问呢？你在站在他的立场上问的是说，如果我变回以前，他愿意娶我，你为什么不问问能不能变回以前的他呢？哦，明白了。你能变回以前的你吗？我没有变，变的是他。我现在告诉你啊，我为什么会问他？如果你今天也是很自信地站在这儿，指着他的鼻子说，如果你不变回以前那个听我话的你，对不起，咱俩分手，我跟你说再见，那我肯定要问你。我现在发现是，你非要说，我直接翻译了哈，按你那个我再问一遍哈，就是真实的内心问一遍哈。我跟你4年了，你不能说甩了我就甩了我，是吧？你别太过分，你只要稍微守点规矩，不要那个天天那么晚回家，你回来的时候不要喝得那么醉，差不多了你给我娶了就行了。我刚才翻译那个内心就翻译对了吧？所以我没法问你啊，我让3个老师把你变回去啊，他们可有办法了，我让他们给你变啊。小高，你等着，变回去你要再不娶呢？变得了吗？他们要给你变回去，你再不娶呢？我不相信有人能把它再改变回去。那你不是挺扯的吗？没人把它改变，你以此为条件，你说分手就分手算了，你还给人这希望干嘛呀？来，真心丘比特问卷。小高刚才说了，时间长了腻了，没意思了，让我想起《大话西游》的一句台词，说这个当年看星星看月亮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，现在我人老了珠黄了就开始叫我牛夫人。我觉得就是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要分手而已。现在说分手，人家为自己付出了这么多，似乎我要受到道德的谴责，受到舆论的压力，所以我就说你变了，你变不回去了啊！那我爱的以前的你，对不起啊，我其实也很爱你的，但是只是以前的你，所以我们分手吧。多冠冕堂皇的一个理由啊，只是一个理由而已。现在他跟以前还是不一样。你跟以前一样吗？你体会不到啊。那好，不给你开门还不说。我问你，你跟以前一样吗？我除了比以前忙了，没什么变化。他刚才说了，这个我去考验他，其实我特别讨厌考验这事儿。我认为爱情不能够拿来考验。对，没错。可是为什么会去考验？你要明白，你跟女人为什么会去考验？因为你跟别人玩暧昧，因为你一考验就一个准儿。玩暧昧去玩吧，把自己的爱和未来全部赔进去。女孩干脆就分手完了，它只是一个理由。于老师，女人在这个场所经常会说我付出多少，所以这个时候觉得非常的不平衡。为什么有这种不平衡呢？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，自己以一种托付心态，我这一辈子幸福快乐完全就托给他了，他呢也是我的了。我曾经在网上看一篇小小的文章，文章的题目叫做《借用》，说的是一对80高龄的夫妻非常的幸福。记者采访了这个老大爷，说老大爷，为什么你们夫妻之间这一辈子都这么幸福呢？他说，人这一辈子所有的东西都是借来的，都不是自己的，包括自己的生命。如果你不好好珍惜的话，生命都会上帝拿走。我的老婆就从老丈人借来的。我每天对她好，如果不对她好的话，她可能随时会拿回去。所以这样呢，我就非常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间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一辈子这个状态就生活得很幸福。这是你一个托付心态，对于你的要求，让你的气场在逐渐走低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已经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了？如果想变回去，不是不可以。除非你们现在把心态变了，放低心态，提高自信和魅力。这边在思考，是因为外面有更多的可能性了，还是真的它不适合你了？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刚才说那个托付心理，对，那在他没升职之前，我依然是这样的想法，那我这叫什么呢？你就不该那么想嘛，或者是一开始可能就容易错了。在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是一个东北男孩，我是一北京姑娘，对吗？我什么都没有要求过他。09年我提出结婚的时候，是他对我说的。他说等他条件好了，有房子了，我们再结婚。10年他升职了，他有房子，他不结婚了。这件事情不能怨我，我之前就没有对他那么高的期望。我不相信5年的感情被他1年的所谓这种什么职业生涯什么的，跟职业生涯没有关系。改变就改变了。人会变，情会变。那我就是
接受不了，我不相信一个人在短短的不到1年的时间内就一下转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看一个女人是否真爱你，要看你在饥寒交迫的时候，她是不是愿意与你相伴相随。看一个男人是否真爱你，要再看他春风得意的时候，还是不是对你呵护备至。男嘉宾总是说我喜欢原来的你，其实一切的珍惜都来源于回忆。是，原来的女方确实比现在要温柔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原来的女方也很勇敢，为了你跟家里人闹翻，搬出来跟你住，背叛所有的自己最亲的人，依然和你在一起。如果你对一盆植物好，好好的去栽培它，它一定不会杂草丛生。东西用旧了，你就想扔，这是典型的一种喜新厌旧。刚才的所有的 QQ 聊天当中，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一个男人喜新厌旧的丑恶嘴脸。你现在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，工资涨了，钱多了，有点资本了，就开始泡妞了。我要是把你这些东西全给你扒了，你玩什么呀？你也不看看这些年来，从最开始的一无所有，到最后的有房有车，这难道不值得你们欣喜和珍惜吗？你要是真的像以前那么一样浪漫的去对待他，或者是说更多的去呵护他，他会变成这个样子吗？还有一点，我也做过销售，我也做过公司老总，我怎么不天天喝酒啊？如果说生意都一定要完全靠喝酒来谈成，那是什么生意啊？工作性质不一样，不管薪资工作一样不一样，只要有心。但凡是你在酒桌之前，你给妻子打个电话，今天我晚上可能要晚回来，甚至有可能要喝高啊，这帮家伙特能喝，你哪怕是打个电话问候一下，不会这样。而且你看看你刚才在 QQ 当中，我不管你那是气话还是故意而为之的话，很多都表露出了你自己的本意。王老师说的没错，你就是想再玩吗？知冷知热结发期，真正当你在外面一无所有的时候，只有家的大门才向你敞开，只有你的结发妻子才会对你真心实意的。而很多男人往往就是想不通这一点。另外，我想跟你嘉宾说，我最恨你一点，恨你什么呢？下手不够狠。你应该怎么呢？你应该抓住他所有在外面的证据，然后在情理上你可以获得一些更多的知识，然后让这个家伙净身出户，房子车子全拿走。我看他没房没车，他就泡妞，就泡什么花？